随着2011年12月13号最后一架 F-22在多宾斯空军预备役基地举行上线仪式，这款公认的性能最强的世界首款五代机的生产线也随之关闭，成为了美国史上生产周期最短的战斗机。而美空军装备的 F-22战斗机数目从此也定格在了187架，之后呢是只减不加。而今天大兵也和各位探讨一下，美国未来会不会让 F-22猛禽战斗机复产？ F-22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停产的？如果 F-22复产，美国会同意外售吗？别急，咱们一步步往下聊。作为世界上首款五代隐身战斗机， F-22猛禽一经面世就是世界的焦点，也是世界战斗机领域绝对的霸主。但是由于 F-22的生产成本和维护费用实在太过高昂，导致美国空军、国防部和国会三方呢是不断扯皮，最终导致其在2011年年底遗憾停产。实验机与量产机加在一起呢，一共是195架。虽然在停产之初，美国防部信心十足地认定，在2020年之前，世界各国都造不出能够比肩 F-22的第五代战斗机。但之后随着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的不断成熟，逐渐让美空军有些着急了。于是，在2016年初，美军便开始考虑恢复 F-22战机的生产，用于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五代机。虽然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分析认为，美国恢复 F-22战机生产在技术上是很难实现的，它的生产线早已经被完全拆除了。但是大兵认为，这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在2016年初，在国会老爷的授权下呢，美空军曾经根据兰德公司做出的预测报告，进行了关于恢复 F-22战斗机生产的分析。为此，美空军花费了近1年的时间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在技术层面上来说，恢复 F-22战机的生产是完全可行的。相信很多军迷都曾经看过不久前的一则新闻，美军的 B-2 幽灵轰炸机由于生产资料丢失，而不得不靠昂贵的定制零件来维持飞行。但是这对于 F-22来说呢，并不是问题。虽然早在2011年最后一架 F-22交付美空军后，位于佐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2条 F-22生产线已经正式关停并且拆除，但是生产线被拆除并不代表其无法恢复生产。根据洛马公司公开的资料显示，为了执行未来可能的升级改进，在生产线被拆除后，那些用于制造 F-22战机的贵重工业设施其实并没有被直接改装后拿去制造 F-35战机，而是与一批用于参考的图纸、零部件一同被封存在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塞拉陆军仓库中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资金足够，美军很快就能恢复 F-22战机的生产线。不过现况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从2016年到现在，美军虽然每年都在宣称复产 F-22，却一直没能实现。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复产 F-22的资金需求太大了。根据美空军此前的公开显示，关于复产 F-22的预算资料显示，如果美国空军想要重新建立生产线，并且制造194架升级版的 F-22战机，那么仅仅在最初5年的生产周期中，就需要花费超过100亿美元的非经常性启动总成本。这里面呢，包含了重新组装生产线、重新招聘并且培训工人的费用等等。除此上述这些，为了将老旧的制造设备翻新到能用的程度，大约还需要花费2.28亿美元。之后重新认证原材料以及各个子供应链的来源，还得再投入12.18亿美元。另外，美国空军还需要花费57.68亿美元，用于重新设计4个重要的子系统，从而保证 F-22可以跟得上时代。最后，在其他相关重启成本以及政府成本上，还要再花费26.54亿美元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面2个需要被重新设计升级的子系统，分别是 F119发动机和 AN/APG-77有源相控阵雷达。而这2个设备呢，现今已经不再生产了，所以还需要花费一大笔资金重新启动他们的生产线。根据此前美国空军的推测，在制造首批75架新型 F-22战机时，单机的生产成本将会高达2.66亿美元。之后生产到第194架的时候，造价也不会低于2.06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新型 F-22战机的单机造价已经能够购买3架多的 F-35A 战机了。综合美空军的分析和统计，想要完全恢复 F-22战机的生产，美国空军需要耗资超过501亿美元，差不多就是美空军2020
2020年军费的近1/3，也就是648架 F-35战机的造价。在如此高昂的资金面前呢，就算是全球最不差钱的美国空军，那也得是好好考虑考虑。而且对于美国空军来说，复产 F-22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虽然包括美国空军前任参谋长在内的多数人都认为，美国需要更多的 F-22战机来对抗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57，因为这2款战机和 F-22战机一样，都是属于典型的重型制空战斗机，而且很多人也都认为，单发亚音速的 F-35在应对双发超音速的重型制空战斗机时会处于劣势。但是现实却是，现代空战早已不是当年拼机动性、拼速度、拼气动性能的时代了。而 F-22战机的缺陷就在于，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款典型的重型制空战斗机，几乎每一处的设计都被用来对抗当时的苏联、俄罗斯战机，这也导致它的机身设计冗余，并不能够支持它进行大规模的升级改造。该问题在10年前还不突出，而到了现在，特别是 F-35诞生后呢， F-22就显得有些尴尬。一名美国空军 F-22战机驾驶员曾撰文指出，现代空战早已是信息化的对抗了，不再是西部牛仔式的战斗机决斗了。另外，在2017年内利斯空军基地参加红旗军演时，曾清晰地感受到 F-22战机在信息化程度上的落后。比之采用 Link-16数据链可以作为战场信息交互终端的 F-35战机， F-22在很大程度上那就是个哑巴。虽然经过升级的 F-22也能接收 Link-16数据链的信息，但却不能将信息传输给其他单位，只能依靠 F-22战机的机内数据链传输信息。这也是致使 F-22很难与 F-35、F-16升级过的 F-15甚至是无人机进行信息交互，从而让 F-22很容易在战场上处于被动。为此，美空战司令部负责人曾表示，美空军已经开始与波音、洛马公司的技术人员进行测试研究，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但是截止到现今，情况仍然不乐观。原计划是在2021年前解决此问题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结果。当然了，想要F-22战机复产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，只不过呢，必须要找出一个愿意花钱的合作者。美空军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制造出口型 F-22战机的可能性，现今被美国看好的分别是日本和以色列。此前，日本一直想要得到一款制空隐身战斗机，并且愿意为启动生产成本投入大量资金。但是由于日本正在大量采购 F-35，并且在考虑和洛马公司合作开发 F-3战机，所以日本在投资重启 F-22的可能性呢并不大。至于说美国自己掏钱重启 F-22，大兵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美军已经开始投入大笔资金开发6代战斗机了，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应对他国5代机而重启 F-22。所以说 F-22战机属于它的时代终将过去。首要原因就是它的造价太高了。在2006年4月，根据美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显示， F-22的单价已经达到了3.61亿美元。就算抛除研发费用，它的制造单价也是高达1.78亿美元。虽然当时预计在制造结束时，该机的单价能够降到3.39亿美元，但是在2012年增量升级成本和计入通胀后呢，GAO 发布的报告显示 ，F-22的单价已经增至4.12亿美元。当时美国对于 F-22的预计采购数量是187架，也就是说，这批 F-22的总价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。再加上在猛禽服役期间，其整体的使用消耗、维修和养护成本，加上采购价一起，可能会超过1000亿了。除此之外 ，F-22的性能也太过强大了。早在2005年出厂交付服役的 F-22，它在电子跟踪定位系统、武器弹药配置、动力总成等方面，已经支撑其实现超音速飞行和隐身突击轰炸等功能，所有性能都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平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太过于强大，导致空优作战、技术领先、造价高昂的 F-22猛禽，在美国近些年来的对外战争中呢，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啊。毕竟 F-22战斗机至少在现今时代，其象征意义是大于实战用途的。在近几年的小打小闹冲突中，反恐则可以由 A-10游珠攻击机负责，打伊拉克又有 F-15和巡航导弹，低烈度空战那更是 F-16的拿手好戏。就算是应对某些小国相对完善的防空系统，那还可以出动 F-35，进而导致 F-22这种战机呢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。毕竟你总不能用5代隐身战斗机去打3代机吧，那不就成了高射炮打蚊子了吗？太浪费了。
更何况 F-22战机上的许多装备，至今依然让很多国家是拍马不及，不上战场都有着足够的震慑力。因此，美国对于 F-22的派遣任务也随着减少。长久以往 ，F-22的使用率也就降下来了，很少出去执行作战任务。再加上美国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各类战斗机，渐渐的，美军也就不再把关注点放在这款曾经惊艳一时的 F-22身上了。特别是当美国有了大量出口机型的 F-35后 ，F-22的采购计划也就无限期终止了。猛禽没有了采购资金支撑，自然也就停产了。首先，大家要知道，美国作为第一个制造出五代机的国家，对于五代机的设计定义必然是最为清楚的。再者来说，自打上世纪开始，美国就在研究新式战机的性能，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有着相当成熟的制造经验。在美苏冷战期间，为了应对苏联米格29和苏27的威胁，特别当时与 F-15战机性能差不多的苏27战机，想要对其实现性能碾压，就必须开发出一款高性能战机。于是，隐身性、超音速巡航和短距起飞这几点标志性定义，便成就了全球首款五代机 F-22战机。作为目前全球最为先进的战机 ，F-22出色的隐身性能和综合打击能力都是超视距空战中的极大优势点。于是配置了2台 F-119发动机，从而让 F-22拥有了超音速巡航能力，并且其先进的雷达和强载弹能力也能让 F-22不仅可以实现对地攻击，还能进行空对空作战，能够提前锁定对方非五代和五代战机，进而实施打击，抢夺制空权。至于说 F-35战机，目前虽然是美军最新开发的五代机，在电子装备方面也拥有先进性，但是 F-35的隐身性能和机动性是比不上 F-22优秀，而且无法进行长时间的超音速巡航，否则就会导致机体的部分隐身涂装遭到破坏。最重要的就是 F-35被开发出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用来取代美国空军和海军的 F-6和 F/A-18CD 战斗机。另外呢 ，F-35战斗机的定位也和 F-22有着极大差异，可以说是低成本的替代性武器装备，而 F-22呢，则是高成本的主战性武器装备。此外 ，F-35也并不是美国独家研制的，而是与诸多盟友一起开发出来的新式战机，属于一款多功能多用途五代机。虽然从整体角度来看呢 ，F-35的隐身设计与 F-22极为相似，但是由于当时设计该机时考虑到了多用途方面的需要，所以其发动机方面只有单发动机的设计，导致其无论是在性能还是隐身方面呢，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削弱。从上述2款战机的性能区别就能看出，美国在开发 F-35时肯定是有所收敛的，并没有将 F-22战机的核心技术应用到 F-35上，也就使得无论是哪个国家购买 F-35都无法窥探到美军第5代战机的核心技术。再加上与美国一同开发的10几个国家里，大多数属于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，里面包括英国在内都没有自家的5代机，所以美国开发 F-35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开发下一代战机赚取经费，甚至可以说 F-35就是专为外售而设计的5代机。要知道 F-22在美国国内的造价就已经达到了2-3亿美元，要是外售的话，那价格呢起码也得到3-4亿美元，这可比 F-35贵太多了。引用网友们的一句话就是 F-22才是美国用来打天下的，而 F-35只是用来打市场的。至于 F-22战机不外售的原因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那便是美军想要在技术层面上碾压对手，无论是盟友还是敌对国家，美国的军事技术一直都是领先的，所以必然不会轻易将自家的大宝贝拱手让人。最起码在6代战机服役的一段时间内 ，F-22是不可能向外出售的。毕竟现在许多国家的工业能力已经达到了制造5代机的水准，一旦 F-22战机的核心技术被破解，那么美国的领先优势将会不复存在。总结来说，美国有着恢复 F-22战机生产线的能力，但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，再加上 F-22战机没有对手和技术保密，所以美国没有必要重启 F-22战机的生产线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那么大家认为美国会不会复产 F-22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，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，也可以发在评论区，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。想了解更多，记得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